人工智能飞行员啊，会替代我们的机长吗？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时新语。你知道吗？就在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头上的某架飞机啊，我们这离机场并不远啊，发生了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也可能那架飞机啊，它在自己飞行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既遥远啊又无比现实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飞行员。那我们说这个话题遥远又现实啊，我是认真的，因为自动驾驶的交通工具它已经是个现实，它不是未来啊。我们想想看，在地面上啊，在 Waymo 的无人车项目已经在美国的凤凰城大街小巷呢跑了好久了，而特斯拉的 FSD 功能啊，也让无数的车主体验了一把大撒把的感觉。那么在空中呢，美国空军的中程僚机项目啊，已经让无人战斗机成为有人战斗机的空中伙伴。那在中国呢？亿航啊，它的空中出租车已经拿到了试航证啊，开始在一些城市进行商业试运营了。沙特的2030项目啊，如果它不烂尾，号称在拉岸里边也要飞10旋翼的无人出租车。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当自动化的大潮最终涌入了我们最信赖的也是最保守的民航客机驾驶舱的时候，我们迎来的究竟是一个更安全的天空呢，还是一场对我们人类飞行员的终极淘汰呢？我们可以先描述一个场景，大家想象一下啊，你坐在一架从北京飞往纽约的客机上，飞机滑出停机坪那一刻起啊，到10几个小时后平稳的降落在肯尼迪机场啊，整个过程中驾驶舱里边没有一个人类飞行员在操作任何一个按钮，一切的一切都是人工智能自动完成的。那听起来很科幻是吧？但是呢，这种全自动飞行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可以7乘24小时不间断工作，996啊，太呀！不一样，to nerve 是吧？咱们什么都可以飞，彻底根除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困扰了航空业几十年的顽疾。你想想啊，人类飞行员在历经了10几个小时的跨洋飞行之后啊，他的反应速度、体力判断力必然会下降。但是 AI 它永远不会累。另外呢，它可以同时连接全球的气象数据、空管信息、其他航班的实时位置。甚至每一架飞机的燃油消耗模式，然后呢，在几毫秒的时间内，它计算出最优航路，然后呢，既节省燃油，还避开颠簸。最重要的是啊，在遭遇紧急情况的时候 ，AI 的反应速度它是毫秒级的。当传感器检测到发动机异常，瞬间它立刻启动应急程序，这个速度啊，是人类永远无法达到的。但这一切美好的愿望啊，都建立在一个有点残酷的现实之上。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统计啊，在过去几十年里边，空难调查中呢，有超过70%的事故啊，都与人为失误有关。这个数据呢，就成了 AI 飞行员他的最强有力的求职简历。人类才是这个飞行器上最不可靠的零件。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给大家讲一个，对不起，给大家讲一个老故事啊。就是时间我可以回到2009年的1月15号，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啊，全美航空啊1549号航班的刚刚从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起飞呢，准备飞往夏洛特。起飞后仅仅288秒啊，飞机就撞上了一群加拿大雁，2台发动机几乎全是同时停车了。同时飞机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英尺，周围都是高楼大厦，最近的机场也有10几公里远。那在这个关键时刻呢，机场切斯利萨利萨伦伯格呀，没有按照任何手册，也没有遵循任何的标准程序，他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在纽约市中心的哈德逊河上进行水面迫降。最终啊，机上155人是全部生还，这个呢就被称为哈德逊奇迹。现在呢，我要问你，一个 AI 飞行员，他能做到这些东西吗？当所有的传感器啊都在显示返回机场是最佳选择，当所有的算法都指向按照应急检查单飞行的时候，当所有的数据啊都是说水面迫降啊，你这个存活率是极低的。那在这种情况下 ，AI 能够像萨利机场那样啊，凭借着几十年的飞行经验，是吧？然后就这样在水面上做出了一个超越所有标准答案的决定吗？那至少现在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啊。人类的直觉、适应性啊，在这种极端压力下对求生的坚持啊，这些东西暂时还是那些机器无法复制的。
AI 可以完美的执行写在代码里边每一条规则，它缺少的是什么呢？面对前所未有情况的时候，这种创造性，好吧？就算我们已经解决了技术问题，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等着我们。如果 AI 犯了真正错误，谁来负责？这可能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了。想想看，当一辆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这个车辆发生事故的时候，法院调查对象可能包括车主、特斯拉公司软件工程师，甚至那些提供训练数据的第三方公司。那么，如果一架载着300人的客机有 AI 驾驶出事的时候，这个责任链条得有多长多复杂呀？是航空公司的 CEO， 还是飞机制造商波音或者空客，还是写出那段关键代码的程序员，还是批准他投入航空使用的这个航管局呢？更现实的问题是关于控制权和责任问题的法律困境往往会被政治因素进一步的复杂化。特别是在美国，我们想现在是两党对立，造成了社会的裂痕是越来越大。这种分歧会直接影响新技术的落地速度。你比如说民主党可能会保护劳工就业的考虑对 AI 飞行员设置更严格的审批程序，而共和党呢，可能更关注商业效率和技术创新，希望加快审批速度。所以这种政治上的拉扯让一个为全新技术建立清晰统一法律框架就变得异常困难。而对于我们这些乘客来说，还有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你真敢把自己的命完全托付给一个没有情感、没有体温的 AI 吗？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最现实也是最敏感的问题那就是数百万飞行员的工作，我们机长们会不会被取代呢？这个听起来很遥远的但是如果你回顾历史会发现这样的故事我们见过太多次了，历史总是无数次的重演，是吧？在18世纪当这个真滴纺织机出现的时候呢，且世代相传的纺织工突然发现有一天机器一响机器一天的产量就顶上他们10几个人的工作，于是怎么样？愤怒的工人就组织了鲁德运动，专门去砸毁那些抢走他们饭碗的纺织机器。上个世纪当这个程控电梯出现的时候，普及的时候，那些曾经遍布在各大酒店、写字楼、商场的职业，就是电梯司机，也彻底的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1940年代之后。但是现在你去中国的一些医院你可能还在电梯里看到一个小凳子和一个工作人员，是吧？那是出于安全管理的考虑跟电梯没关系。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技术进步的车轮往往无法阻挡你管不住的。所以 AI 飞行员的出现很可能会遵循同样的规律。所以现在问题是这个职业转换的过程对个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有着20多年经验的机长，如果要适应完全不同的环境有多难？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聊到这儿呢，我们想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会让大家意外的现实。AI 飞行员可能早就坐在我们的飞机上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完全自动化的飞行还很远，但实际上它的成熟程度是远超我们想象的。那我们给大家聊聊现代这个科技的自动化进程前2天不是讲过西伯利亚上空飞机相撞的故事吗？那个故事就跟自动驾驶有关这个故事比你想象的要早得多。其实飞机的自动控制呢，早在100多年前的历史就有了1891年吧就有人在飞机上安装了改善稳定性的控制系统。但真正的突破呢，是在1912年那一年，有个叫埃尔莫斯派雷的发明家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动陀螺稳定装置，也就是最早的电动驾驶仪。这个装置很简单它能做一件当时看起来很神奇的事儿，就让飞机自动保持水平，不再需要飞行员时刻来握紧操纵杆。那么到了20世纪70年代吧，革命性的技术就出现了，就是电传操作系统。1975年美国空军在 A7D 飞机上开始实验这种技术，这就标志着飞机控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简单说一下现代客机的工作原理。今天的波音787或者空客350，它的核心就是这种电传操纵技术。简单来说呢，就是飞行员里边的操纵杆已经不再是老式飞机那样通过机械比如线缆来直接控制飞机，更像一个高级的游戏手柄所以当飞行员向右推操纵杆的时候，这个动作首先被转换成了电子信号，在几毫秒内综合分析当前的速度、高度、风向
这个重量上百个参数啊，然后向各个坨面啊就发出了最优化的指令。那更神奇的是呢，如果飞行员的操作可能导致飞机失速或者超载啊过了，飞机会自动拒绝执行这个指令。那现在的 AFCS 啊，可以在起飞、爬升、巡航、下降、接近和着陆整个飞行过程中工作，目的呢就是减轻飞行员的负担，提高飞行精度。就是你意识到了就行。出了点问题呢，这个自动系统呢可以帮你担着。可以说现在飞机上每一次人工驾驶啊，其实都是人和这套系统的充分的合作。这个人机协作的一个经典例子呀，就是我们在恶劣天气下经常用到的仪表进近技术，也就是俗称的盲降。你想象一下啊，外面大雾弥漫，能见度几乎为零，飞行员完全看不到跑道在哪儿。这时候啊，它会启动仪表着陆系统 ILS。那地面导航台呢，它会发出精确的无线电信号。飞机接收到这些信号之后呢，会在驾驶舱的仪表上显示出飞机相对于跑道中线和下滑道的准确位置。飞行员呢，就像在玩一个精密的对准游戏，通过调整操作杆和油门，让仪表上的指针始终保持在中央位置，这样呢就能准确的看见一条呢其实是视野中没有的空中轨道，然后就滑向跑道。所以这个过程中电子系统呢就提供了准确的位置信息和引导数据，让飞行员负责根据这些信息呢进行实际的操纵决策。那即便是最先进的这个自动着陆系统飞行员也必须时刻准备在最后关键时刻进行自主控制最终这个绝路决策就怎么是不是要落，是不是要进近还是复飞，都是人类来说了算的。所以这个例子呢，其实和 AI 医生是很像的大家知道现在一些 AI 系统诊断的准确率已经超过了普通医生特别是在影像诊断领域，我前面讲过我都用它给亲属呢就是看过这个就是他的片子。AI 能够实现人眼容易遗漏的微小病变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 ，AI 呢已经承担了全科医生的角色，帮助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但是即使是 AI 的诊断力再强，最终签字决认这个诊断结果决定医疗的这个方案呢还是人类的医生。AI 负责呢大量数据这种模式识别，人类医生呢负责最终的判断，特别是涉及到伦理考量的这个复杂情况。比如在手术室里边是这样，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吧？前2年我们讲过这个话题，可以超越人手的这个精度操作，但操纵它的依然是经验丰富的这个外科医生。所以未来即便 AI 能够自主完成外科手术，那最有经验的主刀医生也会站在旁边，准备时刻在 AI 无法应对的紧急情况下接管控制权。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AI 飞行员的未来很可能也是这样一种模式，就是它会逐渐接管那些重复性、高强度、相对程式化的工作，比如巡航飞行航路优化燃油管理是吧？但是人类飞行员他的价值呢，更多是从一个操作员变成了一个指挥官他们的核心价值呢，更多的是体现在了罕见的、极端的、超出所有程序预设的这种萨利时刻，那些需要创造性思维、道德判断和人类直觉的关键时刻。但这就有个关键问题为了确保这种人机协作模式的安全性，我们现在就必须建立严格、透明、符合人类伦理的规则框架我们之前讲过几次埃塞俄比亚航空和印尼的狮航的2起737的 MAX 事故。调查结果显示呢，就是飞机的自动系统在接收到了错误的传感器数据之后做出了错误反应，而人类的飞行员无法及时理解并纠正系统的行为。这就是典型的人机协作的失败的案例当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自动化的时候，一个微小的设计缺陷或者逻辑遗漏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当我们拥抱这个 AI 飞行员这个未来之前，我们必须确保什么呢？就是有能力在悲剧发生之前你发现、修正潜在的问题，需要更严格的这个算法设计，更透明的这个测试标准，更完善的这个监管机制让在最重要的就是人类始终保持最终决策的掌控。我们说 MAX 事故它就必须飞机自动要扎到海里边的时候，人类拉不起来你必须人类能够接管这个权利
那么现在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人机接口啊。人机接口的话题呢，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奥特曼和马斯克撕逼的故事，是吧？其中提到奥特曼呢，他是主动拥抱这个未来的大带宽的人机接口技术。哎，如果一个人类的机长和 AI 的这个联网，那么这么一个飞行员机长在控制飞机，你想想那是个什么场景啊？哎，他想到了，飞机就实现了，他脑子和飞机联网的，那就是完美的把人类的直觉和危机处置能力呢，和自动飞行这种毫秒级的执行就完美融合了，那真是人机合一，高高手的时代就来了啊！我觉得那样的话可能会带来飞行安全的新时代，赛博机场，赛博朋克机场。好吧，讲到这儿，我是比较好奇的，关于 AI 飞行员这个话题呢，大家是怎么看的？在未来呢，你是更愿意相信一位丰富经验的人类啊，这个老机长，还是更信任一个永远不会疲劳、反应速度超快的这个 AI 机长呢？哎，或许你认为最理想的模式，还是让他们像现在这样并肩作战的。我们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们是一个关注科普和事故的小频道。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请关注、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